今天的影片我就整理了我的频道创建以来我一路收集的美国信用卡的一些常见的错误使用方式，希望对刚开始美国信用卡之旅的观众朋友带来帮助，在申请和使用美国信用卡的时候少走弯路。第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到了还款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才还款。有很多刚开始接触美国信用卡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认知，觉得在还款截止日期最后一天还款并没有什么不妥，反正自己并没有逾期还款。其实这样的认知是片面的，虽然这样做确实没有逾期，但是有时候却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大幅拉低自己的信用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拖到最后一天还款，什么时候又要尽量提前还款呢？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信用额度利用率，也就是已经使用的信用额度与总信用额度的比值。美国的信用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期，一个叫 Statement Closing Day， 一个叫 Payment Due Day。 所谓 Statement Closing Day 就是信用卡消费周期的最后一天。假设1月1号是一个消费周期的第一天，1月31号是信用周期的最后一天，那么1月31日就是 Statement Closing Day。 1月1号到1月31号这一个周期就叫一个 Billing Cycle 消费周期。在一个消费周期结束之后，通常还会有10几天到20几天的还款宽限期。我们在还款宽限期内还清账单都不算逾期，也不用支付信用卡利息。还款宽限期的最后一天就叫做 Payment Due Day。 信用卡公司或者银行在每个账单周期结束之后，会把这个账单周期内的消费记录上报给美国的3大信用局。假设你的信用额度是1万美元，每个消费周期你都会消费7-8千美元，然后在 Payment Due Date 才还信用卡，那么美国信用局就会这样记录你的信用报告。这家伙信用额度是1万，但是信用额度利用率一直都去到 7-8%， 而且总是拖到最后一天才还款。他目前的经济状况一定不好。如果你一直都是到了最后一天才还款，而且每个消费周期都保持这么高的信用额度利用率，即使你没有逾期还款，手头上也有足够的钱可以一次付清信用卡账单，但是你的信用分也一样会一直降。只要习惯不改，高阶信用卡就会与你无缘，高额开卡礼也会与你无缘。正确的做法是，如果你某一期的消费比较多，信用额度利用率超过 30%， 那么在 Statement Closing Day 结束之前就应该把大部分的账单还清，尽量把信用额度利用率降至 10% 以内，剩下的未还清的部分在 Payment Due Date 之前还清就可以了。当然在 Statement Closing Day 就把全部账单还清也没有问题，只要让信用局看到你的 Statement Closing Day 的时候信用额度利用率在 10% 以内，那么拖到 Payment Due Date 再还清信用卡账单也没有关系，你的信用分也一样可以持续不断增长。我在申请第一张美国信用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规则了，在我得到第一张美国信用卡之后，我也是有一直遵守这个规则。当我有了半年的美国信用历史，查询我的美国信用分，分数就已经来到了715分。所以根据我自己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好好控制信用额度利用率的情况下，美国的信用分半年就能达到700分以上的水平。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只还最低还款金额，这通常是过度消费的结果。我相信我的大部分观众都不会这样做，但是可能还是会有新手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最低还款额。当一个信用卡账单周期结束之后，如果我们无法还清所有账单，我们就可以只还最低还款金额，这样就可以避免 late payment 的罚款，以及被美国信用局认定为逾期未还款。最低还款金额通常是一个账单总欠款的 2%， 如果总欠款的 2% 低于某个数值，假设是35美元，那么最低还款金额就固定收取35美元，然后未还清的部分会继续累积下去，专业术语叫 carry balance， 并且这部分未还清的欠款会另外收利息。不同的银行设定的最低还款金额的数值以及未还清部分的年利率都略有不同，信用卡的年利率通常是 30% 左右，而且未还清的部分也会占用你的信用额度利用率。美国的信用卡福利之所以会这么好，是因为有很多美国人每个月都无法一次还清所有的信用卡账单。根据 Google 查询到的数据，目前美国信用卡未还清的卡债总额高达 1.2 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就可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超高额的利润，然后给出超级丰厚的开卡礼和刷卡奖励来吸引新的客户。如果自己一时冲动消费，无法一次还清所有的信用卡账单，也可以去申请提供短期无利息的信用卡，比如美国运通的 Blue Cash Everyday、 花旗银行的 Custom Cash， 这些卡就提供了前15个月 0% 的 APR， 然后通过 Balance Transfer， 也就是欠款转移的方式，把信用卡的欠款转移到这些无利息的信用卡上。虽然这样做能暂时避免超高的信用卡利息，但是 Balance Transfer 也要收取手续费，而且在未还清所有的信用卡账单之前，你的信用额度利用率都会高居不下，信用分也会不断下降。只要我们的信用卡刷卡金额不超过我们的银行存款，就不会有过度消费的情况，就不会面临要不要使用最低还款金额的窘境。第三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乱申请信用卡，以及太轻易被各种信用卡的开卡礼吸引。美国的信用卡的奖励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也是我使用美国信用卡的原因。但是有些刚开始玩美国信用卡的朋友没有评估过自己适合申请什么信用卡，看到有开卡礼的信用卡都想马上申请一遍，可能最开始申请第一张、第二张信用卡的时候还好，到了申请第三张信用卡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没有一家银行愿意给自己批信用卡了。当我们每一次申请信用卡的时候，银行都会调取我们的信用报告。银行调取报告的形式有两种，一种叫 soft pull， 另一种叫 hard pull。soft pull 是不会影响信用分的，银行只是向信用局要了我们的信用简报，看我们整体的情况，而每次 hard pull 都会降低我们的信用分，银行会向信用局要我们全方面的信用报告。有些银行会提供信用卡预申请的模式，申请人只需要提供自己最基本的资料给银行，银行就会通过 soft pull 的形式对我们的资料进行预审批，告诉我们预审批是否通过，这样申请信用卡就算不通过也不会对我们的信用分造成伤害。像是美国运通 Capital One 就提供了预审批的模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有预审批的模式，比如 Wells Fargo 就没有。你想申请 Wells Fargo 的信用卡， Wells Fargo 就会直接 hard pull 你的信用记录，被 hard pull 之后如果还拒绝批卡给你，那就实在是太惨了。当银行告诉我们预审批通过了，我们就可以正式申请信用卡了。正式申请信用卡的时候，银行还是会再次 hard pull 我们的信用报告，如果短时间内申请太多信用卡，信用分就会一降再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去申请新的信用卡的话，银行就会嫌弃这些申请人，而且有些银行会对申请人的持卡数量做出限制，比如 Chase 会要求申请人在过去24个月里面申请的信用卡数量不能超过5张，如果超过5张 Chase 就不会给你批新的信用卡。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知道这个规则的存在，一开始就申请了很多信用卡，那么当你发现 Chase 最近提供了非常丰厚的限时开卡礼之后，你就会没有机会申请。另外，我们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也要考虑我们究竟能不能满足获得开卡礼的条件。比如我在制作本期影片的时候， Chase 就提供了 Sapphire Preferred 100K 点数的限时高额开卡礼，要获得开卡礼的条件是在开卡后的3个月内消费满5000美元。这个门槛其实是不低的，有些人为了要刷够5000美元，就会买很多自己原本不需要的东西，甚至是去超市买各种礼品卡。买礼品卡是不算在消费金额里面的，所以最后由于消费金额不够而痛失开卡礼。错失 Chase 的开卡礼还不算严重，但是如果你错失了某张美国运通卡的开卡礼，那就是永远失去这张卡的开卡礼了。就算把卡片关了很多年之后再申请，美国运通也不会再给你第二次做开卡礼任务的机会。所以我们在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时候，就一定要评估自己适合申请什么信用卡。我个人的看法是，每年申请信用卡的数量最好不要超过2到3张，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各种开卡礼的刷卡要求， hard pull 的次数也不会太多。第4个常见的错误就是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卡片有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这对美国的观众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毕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国内刷卡，但是我的频道里面有不少观众并不在美国，申请美国的信用卡也是为了拿丰厚的开卡礼以及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刷卡。这样的情况下，留意信用卡有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美国的信用卡海外交易手续费通常要去到 3%， 绝大部分的信用卡刷卡奖励都还没有 3%， 只要银行没有直接讲明卡片不收取海外交易手续费，都默认要收海外交易手续费。那么哪些卡片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呢？通常银行和航空公司的联名卡都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银行和饭店的联名卡也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 Capital One 的所有信用卡都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美国运通的话只有2张大头的百夫长头像的信用卡，也就是 Blue Cash Everyday 和 Blue Cash Preferred 要收海外交易手续费，其他的美国运通卡都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 Chase、花旗银行等银行我就不说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点击 Pricing and Terms， 然后找到 Foreign Transaction 这一栏是怎么写的，就能知道这张卡有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了。以上4个常见的错误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接下来还有一些虽然不太严重，但是还是会对我们造成不少损失的信用卡的错误使用方式，包括使用信用卡来取现，信用卡使用不到1年就关卡，卡片常年不使用等等。如果使用信用卡来取现，就拿 Chase 举例，银行会收 5% 的手续费，如果 5% 的手续费低于10美元，那么手续费就是10美元。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Cash Advance APR， 年利率高达 29%， 意思就是从我们取现当天开始算，取现的金额就要按照 29% 的年利率来计算利息。这还没完，银行会向我们收费之外， ATM 也会向我们收取手续费，所以除非真的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般都不要用信用卡来取现。取现是 Debit Card 的主要功能。关于信用卡关卡，无年费的信用卡完全不需要关卡，有年费的信用卡要等到第2年年费入账之后再关卡。如果我们申请了信用卡并且拿到了信用卡的开卡礼，我们要尽量避免第1年就关卡，因为这样做银行会把我们列入黑名单。关卡的时间点应该是卡片第2年年费入账之后的30天内，卡片年费入账之后的30天内关卡，年费是可以退回的。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拿了美国运通的 Retention Offer 之后，我们也要等1年之后再关卡。如果我们拿了 Retention Offer 不到1年就关卡，美国运通有可能会把我们的 Retention Offer 要回去。如果我们有常年不使用的信用卡，
比如一些无年费的信用卡，当我们拿完开卡礼之后就不怎么使用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先开启自动还款的功能，只要偶尔拿出来刷一笔，比如去便利店买一支汽水，或者是去 Starbucks 买杯咖啡，然后马上还款，或者让自动还款的功能帮你自动还款即可。只要这样做，银行就不会觉得你的卡片常年不用，然后把你的卡片关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给本期影片按赞、订阅本频道，非常感谢。